美国媒体称，中国即将拥有2款隐身轰炸机。那么，我们真的需要隐身歼击轰炸机吗？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近日，美国军事媒体1945网站发文表示，为了应对美国新型隐身战略轰炸机的发展计划，中国空军正在寻求开发至少1到2种新型的隐身飞机。这家美国媒体认为，中国除了歼20和 FC-31 2款隐身战斗机以外，还计划发展一款与 B-21 类似的隐身战略轰炸机。需要关注的是，中国还有可能会发展出一款隐身的战斗轰炸机。中国现在的歼击轰炸机只有飞豹战斗轰炸机这一款，未来中国空军或海军航空兵似乎需要一款具有隐身能力的超音速战斗轰炸机。美国国防部曾经推测过这款战机的存在，认为它可以用更快的速度来抗击地区的对手，可以通过增大航程来增强其空对地远程打击能力，以捍卫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地区的海洋权益。美国专家分析认为，歼轰 XX 可以部署到航空母舰上，成为中国未来新航母的主力舰载机之一。这款战机不仅能够增强空中作战能力，其航程和载弹量也要比歼20战机强得多。后者毕竟是以空战为主的重型隐身战斗机。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在有了歼20的情况下，还需要发展一款隐身的歼击轰炸机吗？那么这个问题可能很多网友都会感兴趣，因为在前一段时间，网上可真是流传了很多航空爱好者或发烧友自己画的战斗轰炸机的方案。他们想象的中国下一代战斗轰炸机的方案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能够隐身，而且个头呢要比歼20还大。那么这样一个平台能不能研发出来？就中国现在的航空工业能力和设计能力，只要有这样的需求，是完全可以开发出来的。因为发动机不是问题，超音速的战斗轰炸机个头就算大一点，如果配装下一代的涡扇发动机，比如说涡扇15，那么完全够用。个头大代表着载油量也高，载弹量也相应的比较大。只不过牺牲的是什么呢？牺牲的是最大速度，从超音速2倍降到超音速1.4倍、1.5倍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它的作战半径如果能够达到2000公里左右，那么就完全可以覆盖南海地区。对方的航母要想在南海地区挑事儿，恐怕就要认真的掂量掂量了。当然，我们也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那就是在歼20重型隐身战斗机的基础上，开发出一款远程战斗轰炸机的改型。因为歼20本身的个头就比较大，机内载油量相对来讲也高于世界上同类型的重型隐身战斗机。如果让它能够配装保型油箱，或者是挂载大型的副油箱，那么2000多公里的作战半径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只不过如果有了远程的隐身战略轰炸机之后，我们国家需不需要发展一款新型的远程战术轰炸机？这个还需要根据军方对未来的作战目标、战场情况做出相应的分析、判断和选择。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